最近会计师变成热门话题，政客贪污做假账的议题再度引发关注。监察院在今年4月中查出柯进总政治现金收支不符约2000万元，疑似柯文哲、黄珊珊、李文宗等高层早知情，而民众党敲账不成，如今才演变成假账弊案。今天要来面对的这本书《大查账》，就要来介绍会计的大历史。这本书的作者 Jacob So 是南加州大学的历史会计学教授。作者认为，整个西方经济史的核心要素不是资本、银行、劳动，而是会计。资本主义的起源、法国大革命、2008年的金融海啸，通通都跟会计有关。国家的兴衰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会计史。早在古希腊时期，会计就跟问责密不可分。古希腊的会计师、银行员是由奴隶担当的，负责监督国家金库。为什么让奴隶来当呢？因为奴隶可以被逼供、拷打来追问责任。但做假账在古希腊似乎是被默许的。史学家 Polybius 就说，不管查账作业多么严格，聪明人还是能够找到做假账的方法。到了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曾指控副执政官 Mark Antony 做假账，从凯撒大帝那里偷钱。但 Mark Antony 不仅没被抓去关，晚年还当上了3巨头，报复西塞罗，把他的头砍下来示众。由此可见，政治人物都不会轻易放过那些敢揭穿他做假账的人。古罗马的奥古斯都更是身兼帝王与会计师。他曾经透露自己的财富账目，从私人金库拨款1.7亿给战胜的古罗马士兵，以此宣扬政绩，建立公开透明的形象。在奥古斯都以后，公开帝王账册就变成了古罗马的传统。我们现在的政治人物都不敢公开自己名下有多少财产，但在古罗马是要公开自己的支出，才能表现自己是公开透明的帝王。只有贪污的人才不敢公开自己的账册。到了中世纪，记账这件事被基督教给道德化，认为人生在世就是在偿还罪的债务。基督献出自己的鲜血拯救世人，世人因此都欠下了一笔债。启示录里面也提到，人死后到上帝面前，每个人都会有一本生命册，上面记载着生前的所作所为，以此接受最终的审判。这种欠债的概念发展出一种当责的文化，人要为自己欠上帝、耶稣的债负责。要怎么负责呢？就是购买教会的赎罪券。商人如果赚太多钱，就会认为自己很罪恶，希望透过行善来抵消这些罪恶，把大笔财富捐给教会。因为太多人买赎罪券了，罗马教廷里充满了会计人员，每天数进账多少钱。教会把大量的钱存在银行，赚取利息。但是这些利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银行把教会的钱拿去放贷。所以教会一方面谴责高利贷，但同时自己又从中获益。直到13世纪，会计技术出现了大跃进。比萨的商人费伯纳西把阿拉伯数字引进意大利。以前欧洲用罗马数字，计算方式很有限，像是合伙企业会遇到分润、股利分配的问题，要把一笔利润除以好几个人，就必须用阿拉伯数字才做得到。当时意大利的学校开始教学生使用算盘，佛罗伦斯的公司也出现了最早的复式账本，处理分期贷款可以算出每个月连本带利要偿还多少金额。像佛罗伦斯著名的麦迪奇家族就是以严谨的会计起家。科西莫的御用会计师 Bensi 从15岁就在罗马的麦迪奇银行工作，负责结算麦迪奇家族的账本，还有秘密账本，从不会漏掉一笔账。如果出现账目上有任何异常，银行经理就会被立刻传唤到麦迪奇的宫殿逐条审核。正是这种对会计的严谨态度，让麦迪奇家族能够称霸当时的欧洲银行界，成为当时欧洲最有钱的人。而科西莫用这些钱来赞助艺术翻译事业，把许多失传的古希腊文献从拜占庭翻译回来，让当时的贵族圈子更向往艺术跟哲学，导致麦迪奇家族也开始看不起会计，不想让小孩沾染这些粗俗的商业气息。像是麦迪奇的长子罗伦佐继承家业后，大力赞助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却不知道怎么管理银行，不懂查账，而是把查账的工作分发给各银行的经理，这导致各行有更多权限可以发放贷款，
就算许多人还不出钱，信用不良还是可以继续放贷，最终导致麦迪奇家族的银行事业衰退。可以说，麦迪奇家族是成也会计，败也会计。18世纪初，英国因为连年战争，债务飙升至5000万英镑，占当时 GDP 的60%。当时的财政大臣沃波尔想了一个办法，设计一套国家基金来投资一家公司，叫做南海公司。南海公司利用伪造的财务报表来吸引投资者，营造出公司非常赚钱的假象。人们进场炒股后，股票就大涨，公司再把赚来的钱拿去支付股息、股利，让投资人以为公司真的有在赚钱。这个手法堪称18世纪的庞氏骗局。随着投机过热，泡沫最终破裂。短短几星期内，南海公司的股价从1000英镑跌到400英镑。许多英国王室和贵族都是受害者，连牛顿也参与其中，损失了2万英镑。爱尔兰的哲学家 John Toland 也损失惨重，连死前看医生的钱都付不起。后来政府介入，纾困南海公司。调查发现，做假账的那位出纳人员 Robert Knight 早在6个月前就带着关键账本逃亡欧洲了。经过这场南海泡沫案后，英国才开始重视假账的问题。当时的评论员 John Trencher 就说，每家公司的年度股票报表都应该由会计师在财税法官面前宣誓，这份报表没有作假。公开透明的查账作业才能保障投资人做出正确判断，否则只是图利企业，把股民当成韭菜割。而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却是活在一个专制封闭的世界里。法国跟以商立国的英国不同，并不重视会计，每3年才进行一次查账。收税的人有大量时间可以挪用公款去放高利贷，加上查账人员训练不足，不容易看穿假账，所以贪污在18世纪的法国早已稀松平常。当时的贵族大地主占总人口数不到3%，却拥有法国90%的财富，所以法国平民都要求会计透明，应该彻查这些有钱人的资产。但是富人都知道，如果资产被彻查，下一步就是要课富人的税了，所以富人都会全力抵抗查账作业。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一直都没有一套中央会计系统，没人知道全国的收入跟负债到底有多少。这对国家统治者来说其实是好事。路易16的财务大臣就曾说，绝对不能对外公开国家债务状况，一旦公开就会伤及统治的正当性。国王有多少财富应该保密，才能维持神秘性，让人民不知道国本到底有多雄厚。但是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因为法国大量举债介入战争，财政赤字太严重，路易16发现要借钱越来越困难，就聘请日内瓦银行家尼克当法国财务总监来整顿财政。1781年，尼克公布致国王财政报告书，这是史上第一次法国政府公布官方预算。这份报告书其实刻意低报了军事支出，来美化政府的财政，才看起来没有负债。但是这本书满足了民众的好奇心，让人们知道纳税人的钱都到哪去了。短短1个月内，这个报告书就卖出了6万本。这些账务揭露出，法国政府在公共建设上只花几百万，但在皇室支出上就花了上千万，连国王的天价餐费都被公开了，这让民众还有掌权者都非常不满。当时的外交部长就跟路易16说，公开账册是对民族性的一种侮辱。原本人们对统治者忠心耿耿，但是如果引用公开透明的财政管理方法，很快的法国的民族性就会荡然无存。所以法国政坛一心想要除掉尼克，但是民众却是支持尼克，认为他是实践会计透明的财政英雄。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尼克还被迎入凡尔赛宫。在革命后，法国宪法就规定，所有政府财政都必须以公开账目报告对外发表，创立当责局，有专门的会计员提出年度会计报告。所以从法国大革命后，财政的问责就成了现代政治的核心语言。人们开始懂得用会计报告、资产负债表来判断政府的好坏。执政者是廉政遵守财政纪律，还是贪腐再留子孙，用公开的会计报表就可以一目了然。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杰佛逊、华盛顿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全都受过会计的训练。这其实是源自早期移民美国的清教徒商人就有的簿记文化。当时刚移民美洲的商人必须精通查账作业，
计算公司欠合伙人多少钱，还有美国种植园上的奴隶数量可以转化成多少劳动力。可以说，美国早期史就是管理会计的历史。这种会计文化也影响了开国元勋。杰弗逊的日记会巨细靡遗记录所有支出，连下一盘棋输了多少钱都会记下来。华盛顿曾经被人指控透过美国独立战争牟利，这时华盛顿就公开自己的账册给国家查账。还有富兰克林擅长使用簿记法来计算利润，生活中的每一笔交易开销都会被记下来。富兰克林认为这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一种纪律美德，应该让子女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才能让生活井然有序。例如1753年，富兰克林接任美国的皇家邮政总局长时，就设计一套会计系统来管理邮政作业，能够处理哪些包裹应该征税，还有记录下没办法投递的信件，让邮政系统不会出错。社会学之父韦伯就认为，这种把会计完全融入生活工作的清教徒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例如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把会计的原则引入生活中，把时间量化成可以赚钱的时间成本。所以富兰克林本人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因为多睡1个小时就是浪费1个小时的赚钱时间。起来，现在也才3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像是自己的会计师，每分每秒在计算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成本，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24小时做到收支平衡。换句话说，没有会计的工作伦理，就没有资本主义。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兴盛时期，人们对于会计的心态一直都分成2派，一派人推崇会计，认为这是理性计算的经济模型，可以让资本主义更理性、更有秩序。但另一派人认为，会计只不过是精巧的诈欺工具，只是让企业欺骗股民、割韭菜的花招。例如，在1850年代，美国新建铁路时，就出现许多金融诈骗案。当时美国境内的资本不足以建铁路，纽约证券交易所就开放让英国投资人投资，但是要吸引人投资，就必须有明确的财务报表，需要会计师来计算营运成本、里程票价，一段铁路应该要收多少钱才能支撑营运、获取利润，还必须考量折旧率、蒸汽引擎多久需要维修换新。这些铁道公司的账目表非常复杂，就算从中作假，一般人也看不出来。而且当时的大企业都拒绝公开账目，不但不公布财报，也不召开股东大会。当时的铁道创业家 Daniel Drew 就直言，如果你不是内部的人，在华尔街买股票就像是买牛时用烛光看一只牛一样。许多注入到铁道事业的资金，最后都是透过内线交易操控自家股票，进到了少数工业资本家的口袋里。当时马克·吐温就讽刺说，铁道就像一个谎言，必须建设更多铁道才能避免谎言被戳破。这让国家发现不能放任自由市场经济，必须监管这些铁路公司。美国许多的会计师协会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现的，用来监督这些大企业的账本。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跟进，设立国家会计师准则。例如我们现在听到的4大会计事务所德勤、资诚、安永、安侯，就是在这段时间的英国出现的。因为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高速发展，来不及培训会计师，所以一开始都是用英国的会计师。只是当时会计师并不是帮美国企业报真实数字，而更像是做广告宣传。因为美国企业不需要申报财务报表，多数企业的账本都是不透明的，就算企业倒了，外人也不知道真实的财务状况是什么。20世纪初，哈佛经济学家 William Ripley 就说，企业不公布盈余，美国的经济根基就会因为这些企业的不透明而受害。当时的企业界竟然回应说，不管监管法规多严密，如果企业想要造假，还是有办法，所以不要指望公开账册就能解决问题。就这样，大企业持续用广告宣传造假的资产报表，造就了192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繁荣成长。直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股市崩盘后，华尔街的交易员才发现，原来自己推销的那些股票，企业的市值根本是假的。美国 GDP 掉了30%，失业率上升到25%，这导致政府不得不介入。罗斯福总统大力改革，为了阻断企业诈欺、不实报道，推出1933年证券法，要求企业提供完整的资产负债表。隔年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规定上市上柜公司的会计标准。有了健全的监督规范，加上战后20年的经济稳定成长，人们变得比较信任会计产业。
可以说战后20年是会计师的黄金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出现了一连串的会计丑闻，才又重创了会计界。宾州的中央铁路公司做假账，赚取400万美元的利润。当时美国的8大查账公司总共背负了200件诉讼案。最致命的一集是2000年的安龙丑闻案。2000年时，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受雇于德州能源公司安龙，这家企业用造假的会计报表来膨胀自家的股票价值。We're never satisfied, and I don't want us to ever be satisfied with the stock price. It should always be higher. Enron posted a 30% jump in second quarter profits as web-based trading boosted its wholesale energy business. 2001年，安达信的查账人员其实已经发现造假问题，但是安龙的高阶主管却向他们施压。对安达信公司来说，如果揭露这件事，等于失去了一个大客户，是失去每年1亿美金的顾问费。所以安达信最后协助隐瞒这件事，造就了美国史上最大的会计丑闻。这项丑闻也反映出会计产业过度仰赖咨询顾问费，要赚客户的钱，自然就会有利益关系，不可能超然公正。所以事后，小布希总统在2002年通过新法案，确保查账人员必须公正独立，希望杜绝这种诈欺事件再发生。安龙丑闻案让世人留下印象，觉得会计师都是腐败贪婪。A city employee since the 1980s and a world-class thief, according to the FBI. 58-year-old Rita Crundwell is accused of siphoning $30 million from city accounts since 2006. 而这也意外地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埋下祸根。因为会计监理法规变严格后，会计公司其实是变得更弱势，企业跟银行的权力则变得更大。所以，即便在经济危机前，会计公司就已经事先对银行监理机关提出警告，说次级房贷的组合证券有极高风险。银行业也不理会他们的声音，反而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这些银行反过来指责4大会计公司没有做好查账的责任，说他们才是引发问题的元凶，把责任都推卸给会计师。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会计师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入狱。为什么华尔街一方面把问题推卸给会计师，但却又不敢抓出幕后的金融犯罪者？美国司法部长 Eric Holder 的说法是，如果对金融机构采取法律行动，将会使金融体系变得不稳定。Why were there no bankers in jail? Well, there were bankers that did go to jail. I think people are concerned that the very high-level bankers didn't go to jail. But I think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f we could have made those cases, we certainly would have. But given the statutes that we had to work with, the burdens of proof that we had to meet, it was simply we were simply unable to do that. 讲白了，就是这些银行都是大到不能倒，不能真的去查他们的账本，否则就会动摇国本。这就让会计、华尔街的名声在经济危机后都变得更让人质疑。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会计的大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取决于对会计的态度。从古希腊罗马时期，政治人物就知道靠公开账本来巩固政权。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背后也是靠麦迪奇家族的会计本领。忽视会计、放任假账，会成为引爆财务危机的导火线，造成了南海泡沫案、法国大革命。在统治者眼里，会计透明是危险的，可能造成统治的正当性动摇。但在被统治者眼里，国家如果连财政都管不好，人民怎么还敢纳税给政府？即便进到现代民主社会，有各种法规监管，还是时常出现许多政客跟企业做假账、金融舞弊的丑闻。而要揭露这些丑闻，关键就是那些会计账本。几乎可以说，谁掌握了账本，谁就掌握了国家兴亡。所以作者才说，国之兴亡，必有会计。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有机会抽大查账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你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看会员专属影片。